这是一处无人敢进的土匪洞，洞口布局让人不寒而栗。地处城市中心多年，匪洞暗道极为隐秘，暗道内部更是宛若迷宫，现存大量瓷器、骨骸、骨碑、石旗、字迹等。那么此洞是否会发现惊天大秘密？跟随我的镜头，开启百年匪洞探秘之旅。今天呢，咱们是一行6人去探索这个神秘的土匪洞。这真的是荆棘密布啊！哇，这个小山坡真的很陡啊！也不知道现在的路搞对了没有，因为进到这个林子里面了，方向完全是懵的。野生的山药在这个密林当中啊，哇，很大一株啊！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藤蔓呢，都是逆时针的往上绞的哈，这个应该跟磁场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必须要开4驱，哎，不然就爬不上去。1个多钟头的攀爬，终于是看到了希望。这就是这个土匪洞的洞口，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半圆形的这样一个洞口。这个洞的中间呢有一个石垛子，上面还插着2个白帆啊，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据说在这个石垛子的后面有一个密道，就在那个位置。这个石头垛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建筑啊，感觉还是拿不定主意，我们离它远一点。好了，我们继续探索。开干！走。这个是2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没有动到了，就是一些漂亮的钟乳石。这个上面被敲过，而且上面磨得很圆，看到没？他把它磨过哈，就说明这个里面住过人。因为这个高度并不高，差不多1.6米左右。如果个子高的话，他在敲断之后啊，这个上面会磕破头皮，所以就把这个上面给磨了一下。我们直接去下面的那个小洞口去查看一下。那边也是一个盲洞。好，直接去下面的暗道。嘿，这把这鸡是用的，这不是猪的用的。这是个扇子骨，猪的骨头，猪的扇子骨。对，离它远一点，离它远一点。离它远点。你在这里看到了这个青花碗底啊，而且这个都是碎掉了，这里也有，然后这边也有，这所有遗迹的指向都是指向了这条密道，看到没？这里也有，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它的密道入口，可以感觉到里面有很大的风吹出来，然后这里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我现在把这里拆开一点点，然后我们进到这个密道当中去一探究竟。这里真的有个密道，好深啊！这里面洞道应该非常的深，可以看到那里面有一个木棒，那一直伸进去了。哇！我刚刚在搬这个石头的时候，发现这个密道口有一个碑，有碑文，看到没有？这里有个贼字。我用祖传的锁骨功。勉强可以进，勉强可以进，非常艰难啊！哇，这里面好大，大家可想而知封的有多密实。这个洞顶上面很多这个秃灶钟全部被堵在了这里，看到没有？因为这个堵得太密实了，秃灶钟都挤不过去。然后我们进来了之后呢，这里洞道就变得比较宽阔了，在这个地方已经能够站起来人了。这边有一个洞道一直向下了，这里又发现了一个碑吗？这好多字。哇，这个上面很多字。哎呀，刚刚那个洞道走不通了，我们只能过来啊，往这个里面走。这里也是非常狭窄，人要蹲着前进。然后，哇，那边好像有个竖井。哇，看不清楚啊，我们现在继续前进。哇，这个洞道非常的偏狭，因为这个上面是被人工雕凿过的，看到没？他把这里给切断了，所以切了这样接近于方正的这样一个石门。这里面洞道就很宽了，而且有蝙蝠在飞，这明显走过很多人的痕迹，是吗？一个小洞口。小洞口。好。哇，大家看，在这里呢，发现了一个古时候的炮眼。
古时候的炮眼都是呈这种类似于三角形的这样转子发动机的里面那个转子的形状。它是用那个钢钎啊打一锤转一下，转60度，打一锤再转60度，这样依次反复人工打进去的这种炮眼，然后把这里呢给放了一炮，然后就把这个洞道给炸开了，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宽敞的洞道，但是这个不高，差不多只有60公分高。我们继续前进。哇，这个洞道很小，看到没？火妹就差不多填满了整个洞墙。再我下去的话，这个不知道待会上来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困难。好，我们继续前进。好凉快啊，这里好凉快，这里有一点点的狭管效应，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冷风吹出来。我们继续前进。这个暗道还真的开凿的很深邃啊，可以看到这上面全部都有那个细战者痕迹。空间变大了。哇，这里很宽吗？是的，空间变宽阔了。这里我可以蹦跶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前进。哇，嘿，这有点意思啊，这里。哇，这里面好宽啊。哇，这有点意思。咱们继续前进，看一下这个密道究竟通向哪里。这里你找到了一个围脖吗？这钻不出来。钻不出来。好小。这边洞道变得非常的宽哈，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裂缝，然后下面呢被整得非常的平。这也许是当年的土匪啊，在这里用来屯兵储粮的这样一个大厅。这个上面有很多这种气泡孔，而且那里好像是一个白腹巨鼠的窝，看到没？这里有个白腹巨鼠的窝。现在我的队友他们过来了，这里有个洞道斜着下去的，感觉有台阶啊，这里有台阶。哇，这个上面还有没有洞道？上面都是盲洞了。哦，这边还有一个洞道，我们先在这边看一下，有洞吗？好像没。是盲洞。这个洞走出头了吗？好，这边是盲洞。好，我们下了个有台阶的竖井，走，继续前进。这里要布绳了，布绳，准备下降。好，开线布绳，准备开搞。现在谁作为先锋先下？就是你们看看有没有毒。好，现在由前地传说作为先锋的先下，大家一定不要模仿。这边差不多是20米的一个样子，一个斜坡。这个斜坡上呢，它是有挖的有个台阶的。台阶我们布根绳嘛，就是确保万无一失。好。应该以前的土匪是没布绳的哈。对，它这个有台阶，它挖在这个岩壁上，早就有台阶出来。对，真有。一个一个小台阶一直上，20多米，而且一直都是有小台阶一直向下的。哇，这个太有力了！这种土匪洞我还是第一次看，不知道下面会不会有这个土匪留下的很多遗迹啊？可以看到这个台阶凿的并不宽啊，差不多只有3指左右啊，3指左右。然后这个下方呢是非常宽阔的一个洞道，依然是一直向下的。好，咱们继续下降。现在我们6个队员已经下来了5个哈，这里下来是接近25米，然后这个下面呢出现了有很多的洞道。现在前地传说去那边查看了，我准备去这边，然后呢我们他们准备去这边，然后另一个女队员呢去那边。好，我们分工一下，马上开始进发。也是一直向下的啊，这个可能已经到了我们停车的那个位置了。这里有一个洞道过去，哇，那个下面好像有一个裂缝，这下面没有什么人为遗迹，就是做了一些台阶。
咱们继续前进。这里有一个非常扁狭的通道进去了，但是我好像是爬不过去。通道也不深。咱们继续前进。哇，这里有字，有字。碧水七位探险家到此。这个追记和什么洪碧祥啊，什么75年5月20日。然后在左手边呢，这边还有一个，写的是差点见阎王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探险还是有风险啊，大家一定不要模仿。这个下面是一个巨大的裂缝，可以看到这个裂缝并不是很深啊，下面就是一些碎石，没有什么探索的必要了。好，我们继续前进。这边发现了很大一个洞腔，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0多米，然后左右的宽度呢，差不多是5、6米。然后这个下面呢，发现了有一个密室，看到没？哇，那里面有洞道。什么？这个密室里面有洞道，从这里进去了。哇！哇！这里很深邃啊！现在从这个密室走进来之后，这里变成了这种圆形穹顶的洞道。咱们继续深入。这里面没有缺氧的迹象，氧气是十分充足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出水洞，可能在若干年以前，这里是有水覆盖的，因为那前面出现了云盆，这就说明这个洞道不远了。我们继续前进。跟我分析的一样啊，这里是一个盲洞吗？盲洞，地下暗河的源头。因为一旦出现这种云盆啊，因为云盆它一般是在这个水源处，如果是遇到洞道向上并发现了云盆的话，说明这个洞道并不深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有很多云盆，若干年以前这里一定是被水覆盖的。好，现在咱们原路返回，去探那个大裂缝。现在我的队友他们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云盆下面有什么。啥都没有了，说明这里没什么遗迹。看到没有？这是以前的这个煤油灯儿，用罐头盒子做的煤油灯儿。从这个锈迹来看，已经是大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了。好，咱们继续探那个大裂缝。现在我从这里撤回来了。我的队友在前面又发现了一个洞道，走，咱们继续前进。哇，好漂亮的钟乳石！这里又发现了小洞道吗？好完了！哇，这边洞腔越来越大，感觉。哇塞！这里有个断崖下去，可能是从小坑那里下的。刚刚我们在这里查看了一下，然后在这里呢发现了一个小洞道。这种小洞道非常的狭窄啊，我们一般是不钻的。但是由于看到这上面的钟乳石啊有被敲掉过的痕迹，有可能呢这里又是一个密道。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哇，这下面有这个有人类探索过的痕迹，看到没？这个说不定土匪啊，之前就从这里进入了他秘密宫殿。好了，现在我从这里缩过去试一下啊，因为这个只有20多公分宽，可能高度差不多是25公分。好，我们来试一下。哇，前面什么情况？哇，这边很长了一点。哇，特别艰难呐，这一点点。哇，小一点，进来了，进来了。好，把镜头接过去。天哪，这太小了！哇塞，哎呀，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明显的
人类通过的痕迹，看到没？然后到了这边呢，这里又变得比较宽阔了。哇，天哪！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这是采用了专业操作，因为我们有后援，然后我在前面作为辅助，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太简单了。依然是这种扁条的通道，咱们继续前进。继续前进，继续探索。看到没？前面的钟乳石旗有被敲过的痕迹，而且这个地上散落了很多钟乳石。哇，这里又是一个关卡，我们继续前进。哇塞！哇！啊！这边有个大步枪。大家看，这下面是有一具人类的尸骨的。你看看头上，这是一个成年人，那个前面，在那个位置有一个头颅。被封锁的土匪地道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洞口的残缺石碑记载了怎样的扑朔迷离？在1975年夏天进洞的那一行人又遭遇了何种险情？这期视频我们将继续深入这个有着怪异布局的土匪洞，实拍记录洞道深处的影像资料。在这里呢，是一具完整的人骨，而且这里有下颌骨，这应该是一个女性的盆骨，因为这个盆骨的角度大于了90度。哇，现在已经下降到了这个斜坡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洞顶呢布满了钟乳石旗，在我面前呢就是一个钟乳石假山啊，特别漂亮。现在我的队友他们正在依次下降。哇，好漂亮啊！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这样一个钟乳石大厅，但是依然是有人类走过的痕迹。从这个旁边能够看到有台阶下去啊。咱们继续随着台阶继续向下走，看一下这个洞道究竟通向哪里。看这个钟乳石，漂不漂亮？而且这个都是透亮的哟。然后我们继续向下走。哇，这个裂缝感觉很深啊。哇，遇到了一个天然的编钟，可以看到这下面有断裂的痕迹啊。哇，太震撼了！完了之后呢，这个下面就是一个大裂缝，感觉这个裂缝还挺深邃的，而且这个下面有很多被破坏了的钟乳石是滚落到这个下面来了。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洞道深入。这个下面就是我们刚刚丢石头的那个裂缝。哇，这很宽阔哟。它下面有骨头，有骨头吗？对。我们下来之后呢，在这个下面发现了一些骨骸，看到没有？这里全都是啊，应该曾经有这个土匪的个体啊，从这里摔下来了。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然后这个前面有一条走道，我们继续前进。这个上面是堵起来的，已经被那些损毁的钟乳石堵死了。然后这里这个裂缝依然很深邃，继续前进。是一个大峡谷。继续前进，这边就好走一点了。这里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继续前进，这边洞道越来越宽，越来越大。哇！哇塞！大家看这个前面是什么？哇，
这里有很大的一个钟乳石圆盆，可以看到这里依然是被敲断过的痕迹，而且这个上面也有，这个看起来已经被敲断很多年了。继续前进，暗河改道，右边又出现了很深的一个裂缝，我以为出头了，这边好深一个洞道啊！好深吗？特别深。小北说前面有一个好深的洞道。我的天啊！哦！哎呀，我又不能进。静静呢？前进传说。我们继续前进，看这个，哎呀，我像个葫芦一样，有没有一种原始洪荒的感觉？我们通过了这个大裂缝，然后前面呢又出现了这个钟乳石云盆的这种景象，这个下面是一个消水裂缝，然后在它的左边呢。又出现了一个很深的洞道，天哪，这不知道有多深呢！哇，在这里出现了很多字，看到没？这个上面，这是古人留下的一些字哈。哇，这个上面也有一个巨大的洞厅。哇，再看这个上面也有很大一个洞厅。哇，我们试着查看一下，这里有很多小土，但是这个小土没被刨过。哦，这下到处看一下，看到没？像煤炭一样。你看这个地上的沉积土哦，那边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洞厅，不知道这边能不能非常漂亮哈、哦，这个应该能点燃。在我们前面。在这里，好多人的名字。哇，看这个好漂亮啊！你看这个，吴信文、张伟、张勇到此一游。这个书读的应该很少，他妈到处都到处。你看到没？到此一游。哇，好，我们看完了这个地下的沉积土了，然后在这边又发现了一个洞厅，我们继续向上爬。现在前地传说在为我们开路，继续向上去。我们刚刚从这里上来之后啊，这里迎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洞厅，这个还是我们进这个土匪洞里面遇到最大的洞厅了。这个里面钟乳石比较少，在我手指那个方向呢，有非常漂亮的钟乳石幔垂下来，然后在向阳站的那个位置呢，有已经干涸了这个云盆叠潭，一层一层向下的，也就是说那个水源啊，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那个水是从这个钟乳石上面这样流下来，然后在经过向阳那个位置啊，就经过沉淀，形成了一层一层的钟乳石云盆，然后最后就回到了我们刚才来的那个峡谷当中。我刚刚从这边过来，这里又发现了一个洞道，这个里面感觉从来没有人类探索过。咱们继续前进，看这里洞道是向下去了还是向上去了。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裂缝穿进去，前地传说去那边查看的，我们去这边。啊？书啊？后来在这里发现了有，哇，看到没？有这个书页，这个还是以前的那种牛皮纸啊。对，这不是现在的纸，像是符文。哇，这里有字。哦，我看到了3个清晰的字，然后在这里，哇，这个上面还有很多字，这有可能是有人在这里上过厕所，很多年前了。你笑什么？这有很多纸页，这个上面字已经辨认不清楚了。咱们继续前进。我们看完了那个纸呢，就继续深入了。这里依然是一个小关卡，也是一个小关卡。这种关卡对于我们这种大块头来说就非常的难搞。这是采用了这个斜上45度的引体向上一种乳型模式。有个肚子垫起来应该很舒服啊，肚子有点减震的感觉。
哦，这里可以站起来了，这里。站起来，站起来！哎呀，这好憋屈啊！哎呀，这个下面有不知道什么野兽的粪便，这有可能呢是有岔洞通向了这个山体外面，然后有一些野猪啊或者是豪猪在里面来探索过。哇塞！哇，好狭窄啊！这个。现在感觉前据传说到那个上面去看，这个只有10公分高，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去的。现在他要给我们表演如何下来。我不要用船上。你不下来啊？前面还有一个大洞顶啊！经过先锋前地传说去探路啊，发现那个上面呢是有一个洞厅，然后周围的小支洞呢都是进去没多深就结束了。所以说这个贵州毕节七星关土匪洞暗道啊，算是彻底探明。在这个里面呢，并没有发现很多人为遗迹啊，有可能呢当时的土匪并没有深入到这个里面来，他只在那个钟乳石大厅那里呢屯兵储粮了。哎呀，现在终于是从这个密道中爬出来了。看到没有？我以100斤之石将此密道封住。现在呢，我们已经将密道封死了。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在里面并没有发现传说中的什么黄金啊、土匪遗迹，以及这个洞口的石堆堆，我们都没有弄清楚啊。今天又是一个遗憾的旅程。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悬崖绝壁中间隐藏神秘石门，传闻是清朝末年土匪建造，当地人称杨家寨，寨内白骨累累，洞分2层。当年剿匪之时，收缴财宝无数，却未抓获一人，难道是狡兔三窟，掩人耳目？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杨家寨，实拍100多年前土匪老巢的精密建筑工事。这个下面以前是一个大峡谷，但是后面搞水库的时候呢，把这个水蓄起来了，所以这里看下去并不高啊。原先这里下去有接近200多米的垂直落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呢，这个林间小道就是进入杨家寨的唯一途径。看，这个路不足50公分宽。然后我们继续前进，这下面有一个门柱孔，然后这里面呢有扶手。哇，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我现在做好了保护，给大家一个安全拍摄。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下去差不多是30多米。如果当时这个水没有蓄起来的话，这里下去是100米深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险要。这里出现了一个木桥，这个木料踩2边就没事，非常的安全啊。2个手扶稳，对了，没毛病。然后我们翻过这个小山包，那边就是杨家寨的。大家看，在这边呢，就出现了这个杨家寨的一些入口，因为这里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啊，有许许多多的入口。我们现在必须翻越这个小山包。哇塞，我已经看到石门了，我们走对了。对对对，这里就是它的主寨入口。哇，这里上去很高啊！我天！哇，向阳，你快过来！在这个杨家寨的下面，我们竟然发现了这个楚葵，看到没？哇，这个非常的少见啊！这个是罂粟科紫堇属的植物，太少见了哈，很漂亮。想不到这个杨家寨还有如此珍稀的植物，咱们继续前进。哇，看到没有？这个规模还不小啊，它是呈一个圆弧形，城墙的总长度差不多是25米，应该在曾经这个寨门呢是一封到顶了，如今下面全是残垣断壁。这个石门是我见过最高的石门，差不多有2.8米高啊！哇，大家看，那里有一个圆啾啾的孔，然后下面对应的有一个门柱孔，这个应该是一个对开的石门。这里还有门栓孔，看到没有？把门关上了之后，在这里卡一根木杠子，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咱们继续深入，继续探索。那个上面刻的有字，不知道是什么字。好，快来快来 ！OK，来了。
大家看这个上面的这一块石头是一体成型啊，差不多1.5米长。哇，放在这个石墙上面，这规模厉害了。现在呢，我们就沿着城墙绕一圈，然后就进入它的洞道。包浆了是吧？要玉化了感觉。是，已经包浆了。这不知道历朝历代走过多少人。走，我们继续出发。最长的石头呢，大概有1.8米了，有30多公分。这里面全是这样的残垣断壁。现在咱们继续前进，进入了这个寨子内部啊，可以看到这是差不多200多个平方的这样一个面积。里面除了残垣断壁呢，还有这残存的钟乳石，包括这个上面的石头，里面的泥土啊，全部被清走了。这个应该是当年啊在这里熬过硝。这边似乎是有一个洞道，然后我们先在右边这个大厅里面去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地上啊，哇，这里还有碗渣，这是一条鱼，青花瓷。继续前进吧。那里好像是有个洞道，咱们继续前进。哇，好多青花呀，看到没？这里也有，看到没？这也是个正宗的青花，而且是里外都有那个花的。这是一个素胚，但这个都不是钧窑的啊。说家财万贯啊，不如君子一片。很多啊。这里有一个钟乳石平台，这个应该当时生活在杨家寨里面的人啊，在这里做了储物格，因为这上面被收拾得很平整，下面也掏空了，它是极大可能的利用这个寨子里面的空间。也有骨头啊，你们小心一点踩，不要踩到它骨头上面。这里还有这个火石，看到没？这个是用来以前的那个火镰呢，打火石。咱们继续前进，继续深入。这里似乎是有个洞道，很完整的碗底，看一下。哦，也是一条鱼，这个跟刚刚看到的那个是同一批次，一个鱼形的花纹。这里我以为有个洞道，其实并不然啊。这里面非常的干燥，应该当年是在这里存放粮食的。而且这个外面轻轻一封，就可以把这里封起来了。这洞顶呢布满了很多钟乳石旗，而且这些钟乳石旗呢是非常通透的，大家可以看到，哇，透着奶黄色，非常的有食欲啊。这个应该是当时的这个住在杨家寨里面的人啊，为了扩充这个空间啊，避免碰头，就把上面敲掉了。但是时过境迁呢，这个钟乳石又顽强的在生长，可以看到这个石旗啊，在一层一层的往外面延伸。这个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到当年的模样。这一整尊都是。这里面呢就是他们取水的位置啊，而且在这里呢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楔形的石孔，比如说在我们目前站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啊，它是石匠啊将这里打出一个楔形，然后再把那个楔子给放进去，用那个大锤啊敲打它，然后就把这个石头给它敲出来。敲出来的石头呢没有浪费，就拿到外面去做这个城墙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边住着边建造的这样一个寨子，感觉还是挺奇特的啊。从这个上面的钟乳石来看的话，这个洞腔形成的年代应该是非常久远了。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有这个骨骸啊，不知道当时这些骨骸的主人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可以看到这地上很多啊，很多，这是肋骨。这里还有一个
猪的骨头，而且这里有一个碗底，遍地都是遗迹。哇，哎，这个花好漂亮这个。哇，好漂亮啊！有个洞道，稍等啊，好漂亮啊这个。好精致，如果不破的话，应该是很精致的。是柠檬黄色。嗯，你好好收藏吧。我们看一下，哇，这里发现了一只草鞋，看到没？这个，哇，真的，一碰就会碎。来，让它在这里吧，看到没有？而且是已经使用过的草鞋，看到没？下面还有这个泥巴，这是搞的这个铜麻，哦，不是，这是稻谷草编织的，哇，厉害了！这个地上有很多这个骨头的碎屑啊。走。咱们看完了这边呢，就进入向阳发现那个洞道，去里面一探究竟。看这些探宝的真是无孔不入啊！这个地上全是被翻的这些满目疮痍的景象。在这边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像是池子啊，以前那种老池子。在这边呢，发现了有一个洞道，里面是盲洞。哇，我的天哪！看这，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骨头吗？不知道他们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这个故事。咱们继续前进吧。里面是盲洞啊。这里面，这个位置是什么矮小？这里很多骨头，你看那里也有，看到没有？杨家寨的洞道虽然不深，但是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遗迹啊。这里一块骨头，这里也有，而且这个好像是被火烧过的。我看一下那个洞道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个坑，是个什么坑？圆形的，不知道是什么坑，是不是？也许是探宝者那个地方。你看这里，你看这里，看看，看这里，再看这里，肩胛骨，还有这里，在这里还发现了这个篾制的人之路啊，这是2+2的这种编制方式，这个应该是以前的那个卷、草席、竹席，1分为2的2层。好，继续前进，看一下这个上面有没有洞道。哇，真的，不要怕，继续前进。上前。你们在前面走吗？好，我上前吧，这没什么好怕的，不要害怕嘛。嚯，这个2层要宽敞一点了。这里有很多云盆啊，我们现在下面是空的，大家能够想象吗？真的太神奇了。这个洞道并不高，它可能只有70来公分左右。我们这时候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现在火妹也过来了，这里可以站起来了，好神奇啊！这是2楼。然后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扁狭的洞道，现在咱们钻进去看一下。洞道好像很深啊，你快过来！有很多这种钟乳石柱子，这里还有一个双柱，这个前面感觉人一直都可以趴着进，火门在这里都立不起来，这么小的个子。有光？有光？哇，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那里有光，那里。我们看一下，这该不是悬崖峭壁吧？过桥了那里，上面。哇，这个下面就是悬崖绝壁，这就是落脚河。哇塞！这边还有洞道。这里还有洞道，继续深入吧。哇，这里明显是人工开凿过的，可以看到火妹现在摸到那里啊，它这里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槽子。走，咱们继续前进，这里还有台阶。慢点，再下去吧。这里曾经应该是有梯子可以下去的，
直接可以看到我们当时走过的那个木梯。当时我走到木梯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上面有洞道，这可以通到我们梯子那里。这里下去的高度差不多是15米左右，应该曾经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里有开到这个孔啊。从这里到那里呢是搞的有一架木梯，但是目前这个木梯已经损毁了，在这边没有发现其他的洞道，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原路返回啊。继续前进吧。这真的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啊，很多窗口，很多暗道。这个下面一座桥，哇，好漂亮啊！这钟乳石，哇，这里面真是太奇妙了。这就像迷宫一样，也像小人国的城堡一样。这时候呢，咱们就撤回到了这个杨家寨的寨子核心部位，这个城墙这里。今天呢，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在里面确实发现了大量的人为遗迹，而且有很多这个骨头啊，也不知道这些骨头的主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往事。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拜拜，我们下期视频再见。